欢迎大家来到科技烂的频道。今天的话，我们专门抽一期来讲这个 Komori。最近还是比较火的轻量的服务器监控，类似于哪吒监控，它可以让别人来看你的小机，这个是这一类监控的最大的一个特点，是很多小伙伴展示自己的机器。这款软件呢，目前是star数是900多、1000多，相信我们介绍完以后呢，它的这个star数会上去很多。我个人认为是比哪吒监控要部署简单一些的。这个呢是作者自己的一个展示站，日常的访客呢可以直接就去关注到你当前运行的时间，你有多少台机器，你点亮了几个地区，当前的总流量的消耗，网络速率，还支持国内国外。这个好像应该是要定制的，默认的话好像是没有的，所以会形成一个比较好看的效果。这个软件呢是用 Go 语言主要编写的，所以 Go 语言的话性能会比较好。像我们很多现在主流的这种外部框架用 Go 语言的还是比较多的。官方的 GitHub 上呢，它有相对完善的一个部署方案。我这边呢依然会用徕卡云的优惠机器来跟大家做今天的轻量系统搭建的演示。那徕卡云呢，它家有很多地区的机器，海外的话，日本、韩国、香港、美国这几个主要区域，每个月呢也同样会有对应的优惠，都会在这个秒杀页进行展示。那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购买。域名的话，我这边推荐 Gname， 也是每个月都会有不同后缀的优惠活动。我是使用 Telemuse SSH 工具来连接云服务器的，点击运行。我这边用徕卡云日本的机器，我们已经上来了。那我们就用这一行命令来装我们今天介绍的 Komori 到我们的终端命令行。这边呢会提供原作者的 GitHub 地址，大家有任何细节的话，你可以去 GitHub 上去关注。默认的话，我们选择1就可以了。端口你可以自定义，我这边就使用默认。回车了，好，它就开始部署了，这样就部署完了。它是有默认账号、默认密码的，我这边好像之前装过，所以它有域名残留，把这个域名先删了，删除域名。这样才是大家看到的一个状态，就是一开始是没有域名的啊，你要自己添加域名。然后这样的这个网页我们就应该是可以访问的。那现在是 IP 加端口了，所以作者呢也要求你使用 HTTPS， 要用域名的方式来反向代理一下。域名我刚才说了，在 Gname 买，然后我们去托管到 Cloudflare， 你也可以托管到 Edge1。Edge1 之前我也跟大家分享过。那 Cloudflare 呢是我比较常用的，你可以注册一个账号，添加域名，添加过的域名会显示在这边，找一个域名。先检查 SSL、TLS 是不是完全严格，如果不是，可以点击配置，随后点击 DNS 记录，我们点击添加记录，我们设计一个2级域名，这最终的域名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IPv4 的地址，填写这个地址，关闭小云朵，给它1分钟。关闭小云朵的话，就是国内访问直接到原站的。如果你开 CDN 的话，国内会受到一些影响啊，但是对于海外来讲顺畅，速度会比较快。点击保存，好，这样的域名我们就加上了，添加域名访问，然后会要求你解析，我们刚才已经解析过了，所以把这个域名复制过来，它就会为我们进行反向代理。这一套呢就是全套的 NGIX 通用模板啊，你任何服务都是可以通过这样的去反向代理的。好，就会做一个操作，就是会把你的 IP 加端口给你封禁了啊。为什么要封禁呢？就是出于安全性的考虑，所以你只需要用域名来访问就可以。那现在它就不再会提示不安全了，全套的 HTTPS、TLS 1.3 的最先进的协议来给大家做网站数据加密。好，现在是空空如也，这个输入初始的用户名和密码，点击登录。后台的话往下这块有个用户，我们刚才的用户名你也可以去改掉。用户名密码是我们进入到后台第一件事情要做的，为了安全性，你也可以为了更安全用这个2步验证。我们再选择服务器，
我们可以先把自己先添加进来，右边添加节点，输入一个名字，好，点击添加。那现在是空的，对吧？只有一个名字，也不知道什么信息。这边有一个一键命令，它这块呢是分 Linux 和 Windows， 我们可以给它设置权限，点击复制按钮，它是要最终输入到终端上的。好，我们把刚才复制的右键到我们的命令行，然后点击回车，它就开始下载执行，节点就加好了。我们刷新一下页面，它识别成美国的节点了。到前台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页面，右侧你可以去调节它的样式，个人更喜欢是这样的一个样式，就是列表式的，它能看到当前节点的国家名称，然后运行的一个时间，系统是什么，在线状态， CPU、内存、硬盘，价格是你可以后期自己做设置的，然后像这些实时的网络信息也都能看到，我们可以对这些内容进行细节的调整，点击它可以看到更详细的曲线图，4个小时的，然后延迟你也可以看，延迟怎么看呢？我们可以回到这边来，延迟监测看到了吧？点击添加，这边给它一个名称，比方说上海联通 PIN 的延迟，这边回到终端，我们查一下我们要监控的这个 IP 是多少，一般会放在8这个测试合集里头有一个15指定 IP 啊，这边有联通上海联通的这个 IP。粘贴进来，然后每60秒监测一次，选择服务器，你可以全选添加，这样的就添加好了。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延迟，我们就能看到了。你可以添加多个啊，是不是有绕路？就延迟一高呢，基本上就会绕路的这种。想再添加一个服务器监控，你可以点击添加，对，然后这样依然的操作就是点击这个，复制这个。然后我们把英国的 AMD 打开，好了，右键进来回车，这样我们英国也下载进行监控了，英国就出来了。这块呢，你可以直接进行终端访问啊，这个权限非常高，在后台以后就不用到那个终端里了。我可以在这块运行科技栏的脚本，这个脚本当前有点旧了，更新一下，选择1。好，更新到最新的版本。转码的这个文字好像有点诡异，这个咱就不管了，它可能终端显示的不是特别完善。我们就可以看到2台机器的情况，然后它这边的一个攀比就是看谁点亮的区域多，你可以把全球各个地方的都点亮。这边未来其实可以做成世界地图，对不对？你可以点亮了哪个地方就可以标记一下，会比较酷炫。然后关于主题的话，我们可以在这块去简单的去调色，然后这边呢调黑白模式，多语言你也可以在这边去调。它这边专门有外观的主题管理，当前使用的是默认的，你也可以到社区去找更漂亮的主题。然后官方作者都会有对应的提供啊，这些主题都是官方认证的。像这个主题就是刚才作者自己在用的。当然还有很多有意思的功能需要大家自己去挖掘摸索，然后它这边似乎还支持批量下发命令，然后它这边都执行成功了。当然我觉得它还有很多不足，包括就是这边的这个排版设计上有点太贴边了，太展开了。好了，这就是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一款轻量的监控，可以跟哪吒监控叫板的监控工具啊，这一类的监控工具的特点，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是我有多少机器我放上来，我要展示给别人看，我要炫耀啊！我会把今天用到的命令链接都会放在视频的说明区，欢迎大家收看。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